西方政客和媒体的无耻已经没有下限了，他们现在居然想把炸毁北溪管道的反人类罪行甩锅嫁祸给乌克兰。大家好，我是罗富强。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北溪管道爆炸案有了罪行线索，这不是美国所为，而是乌克兰干的吗？关注国际时政的人都应该知道，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赫什前不久发布的调查报告称，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的幕后真凶是美国，这是由美国蛙人部队布设炸药，挪威海军引爆的结果。赫什的调查报告情节非常详实，来源也很可靠，逻辑完全成立，辅证的事实也很多。这个报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士都予以了采信，只是那些欧洲国家政府的政客出于种种自身利益的需要考虑，不愿意公开承认而已。但万万没想到，德国媒体突然爆出新料，经多国多家媒体联合调查，发现北溪爆炸案的新线索均指向乌克兰，这堪称识破今天的重大新闻。据德国《时代周报》22日报道，根据德国、瑞典、波兰和丹麦多家媒体的联合调查的结论是，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所有新线索指向乌克兰军方人员。他们的意思就是，这是乌克兰军队干的。这些媒体具体一点的报道是这样的：德国调查人员在与北溪爆炸事件有关联的一艘仙女座号游艇上发现了炸药痕迹。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去年9月6日，有6人租借该游艇从德国北部港口城市罗斯托尔克前往波罗的海。2周后，他们归还游艇并离开。同月26日，北溪管道便发生了爆炸。请注意了，这是第一重点。这次调查报告的核心点就是破坏人员是租用了游艇实施的爆破行为，而且是在租用了2周以后发生的爆炸。之所以认定是这艘游艇实施的爆破作业，他们的证据就是在这艘游艇上发现了炸药痕迹。我算是一名老工程兵了，对于爆破我还是比较熟悉的。这种非常特殊且要求极高的水下爆破，第一要务就是一定要做到绝对密封。水下100米处的海中多点爆破不可能是导电线引爆，而是无线引爆，比如遥控引爆、声呐触发引爆等，那就必须使用金属箱体密封炸药及引爆装置。这样的情况怎么可能在游艇上加工引爆装置呢？怎么可能检测得出游艇上存在炸药痕迹呢？第二重点是，这是由哪个国家的人实施的爆破？根据北德意志电台、西德意志电台、南德意志报、瑞典快报、波兰前线故事杂志和丹麦贝林日报的调查，租船6人组中有1人可能是乌克兰公民。德国方面的媒体认为，当时租赁游艇的6人当中，是一名26岁的年轻男子使用乌克兰护照租的游艇。这些媒体还说，他来自基辅东南部的一个小镇，并且有军人身份。然后这些媒体集体说，炸毁北溪管道的最大嫌疑方就是乌克兰。我们现在再来看看这几家媒体联合调查结论的最大荒唐之处。没有非常特殊的高科技探测和定位系统，一艘小型的游艇能找到水下100米深处的天然气管道所处位置吗？能保障在分布很远、难度很高的4个水下爆破点安置炸药和按顺序引爆作业吗？还有，在这个所谓罪行调查报告出来后，有别的媒体记者核实过，那名乌克兰男子在爆炸案筹备期间乃至去年一直没有离开过乌克兰。联合那么多的国家、那么多的媒体搞什么联合调查，这本身就已经违反常理了。除了美国中情局，哪一家媒体有这样的能耐？各位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西方政客和媒体的无耻已经没有下限了？他们现在居然想把炸毁北溪管道的反人类罪行甩锅嫁祸给乌克兰。
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乌克兰真是美西方国家的战争工具和炮灰，是战争代理人而已，这实在太可悲了。牺牲乌克兰国家和民族利益为美西方效力的泽连斯基实在太可恶了。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